在这集影片中，我们会学怎么用 RStudio 和 ggplot2 去进行资料视觉化。我们会涵盖5种常见的图表类型，包含 bar chart 长条图、scatter plot、box plot、histogram 跟 density plot。那今天我们会用到的资料集都是来自于一个 package 叫做 OpenIntro， 所以如果还没有下载过这一个 package 的人，可以先这样子输入 OpenIntro， 并且去执行它。那当你执行完之后，我们就是一样用 library 把 OpenIntro 叫出来。好，那在这边看到执行完之后，我们今天会用到的2个资料集，一个叫做 Movies， 一个叫做 Lego Sample。好，那这样子有点难去看到资料到底长什么样子，所以我们可以做的呢，就是在外面加一个 data， 让它知道我要把这个指定成一笔 data。所以可以看到现在我刚刚还没执行，目前就只有在 console 这边有这些资料，但是我的 environment 这边是空的。我一旦执行之后，它这边就会有一个 Lego sample 的 data， 所以你就可以点开，然后在这边就可以更好的去看到这一笔资料里面一共有哪些东西。那一样对 movie 这样子，让它变成资料集。这边就是 movie 的内容。那一样我们可以先来这个 help 这边，我们看看这2笔资料集各有什么特点。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movie 是2003年释出的电影嘛，然后它有5个 variable， 我们过来这边看，有 movie genre、score、rating 跟 box office， 所以 movie 就是顾名思义它的标题，那 genre 就是它的类别，有分可能 action、horror、rom-comedy、comedy， 还有什么 drama 之类的。那 score 的话，它是有评论家去给0到100分的分数，然后应该是去算一个平均。那 rating 就是它的 MPAA rating， 就是可能是普通级、限制级还是辅导级等等的。那 box office 它就是说在美国还有加拿大的票房。那另外我们来看 Lego samples。Lego samples 的话，它就比较多的 columns， 我们这边左边可以看到它一共有14个栏位。那从最左边开始就是它的物件编号，就是那个 Lego set 的编号，然后它的名字，那它的属于的主题啊，里面有几块，然后价格，还有在 Amazon 上面的价格。那另外还有就是哪一年生产的，还有这一个是适合几岁的小孩，还有指导手册有几页等等的。那平常画图的时候，我都是使用一个 package 叫做 ggplot2。所以呢，我们也可以在 help 这边搜寻一下 ggplot2 它是什么样的呢？它就是可以帮助你制作一些资料视觉化，然后它的 GG 是 Grammar of Graphics 的意思。那一样我们就是 library 我们的 ggplot2。好，那 library 结束之后，我们就进到我们第一个图表是 bar chart， 它是我觉得算是最普遍、最常见的一种图表类型。那我们用 movie 来当做举例。在上一支影片就是在介绍 tidyverse 跟 dplyr 的内容里面，我们有提到这个水管，它的意思就是把前面的资料输入到下一行程式码里面。所以当我今天这样子 movies， 然后开始打下一行 ggplot， 就代表我把 movie 这一笔资料导到这个 ggplot 里面。那 ggplot 它会有特定的写法，就是你在这里面你要首先用这个 AES 去指定它的 x 跟 y 各是什么，
那我们先来看看，如果我们的 X 是电影的 rating， 就是那个 MPAA 的 rating，Y 是他们的分数，看看会有什么结果。我们现在看到右边就是这个 plot 的地方，我们就发现它创造了一个有点像空白的布，或者是一页空白的纸，然后它的 X 轴是我们要的 rating，Y 轴是分数，可是没有任何资料在上面。那我们要怎么把资料加上去呢？我们就是要按一个加，就在 ggplot 里面，我们是用加号去串联不同操作。那我们今天要用 bar chart， 所以我们的这边就是使用 geom bar， 然后呢，这边里面打 summary， 好，这样试试看。这是一个非常阳春的图片，我们可以看到 ratings 分成4级嘛，然后这是他们的各个的平均分数，但我们可能大部分时候都不希望自己的图片这么普通，对吧？所以呢，我们可以做的是最直接的是，我们先改一下它的颜色，我们可以把它改成 sky blue。好，这样稍微好看了一点点。接下来我常做的是，因为有时候这些会是不同组别的平均值的比较，所以我会加上 error bar。那在 ggplot2 的这个 package 里面也有帮你写好了一个 error bar 的函数，所以你一样只要打 stat 等于 summary， 好，这样子，你看就可以有 error bar 跑出来。可是这些 error bar 其实蛮不好看的，所以呢，我们这边可以修改的是，我们可以在宽度这边把它改小一点，0.2就是 0.2 的意思。现在这是宽度是1。好，你看一改完 0.2 就觉得它比起上一张图片，这样子看起来就舒服多、简约多了。那如果我今天又觉得好，我的 error bar 变细，可是我的这个 ratings 这一条 bar 还是很宽，我不喜欢这样，那怎么办？一样就是在 geom bar 这边也可以改它的宽度，可能改成 0.8 看看，好像没有变太多，那我们改 0.6， 好，这样子你就可以去跟动这里面的图形，你希望它们的宽的程度是多少？我现在这边只有看 rating 跟 score 嘛，那如果今天我想看他们的分数还有他们的 rating， 可是我想看不同类别里面的资料会长什么样子，就是可能它的类别不是有 action 有 drama 有 comedy， 那我想看这些不同类别里面他们的评分还有分数之间的关系，那我们这边就是可以再打一个加号。那如果你打加号，你还没有打任何东西，它这边会出现一个警告，就是说，哎，你这一条程式码是错的，但其实不是真的是错的，只是就是还没结束，我们还没打完，所以我们来用 facet wrap， 然后因为我们是要看 genre， 所以我们就把 genre 弄过来，然后用一个波浪，再一个点。点的话就代表全部的资料，然后 scales， 好，那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把它放大来看，它就是把这些 rating 都分成不同的 genre， 所以这个是 action 里面，这是 adventure， 这是 animated， 这是 documentary， 这是 drama、fantasy、comedy、horror 之类的。那我们这边为什么有些是3条，就是3个 rating， 有些只有2个，有些甚至只有1个呢？那就是因为他们在资料集里面本身，可能这个 documentary 里面它就只有 R rating 的电影，它没有其他 PG rating 或 PG-13 rating 的电影，所以在这边你也可以大概看到不同的
不同的种类里面它的 rating 的情况大概是怎么样。这边这个 scales 等于 free， 就是代表说，我们再看回这一张图，就是我们看到它的 Y 轴其实都有一点点不一样，像这边 animated 这边最高可能是70左右，可是这个 fantasy 最高就是甚至高于80了，或者高于75左右，然后这边 horror 又是蛮低的，就是40分在这边，然后 musical 是30几分。所以呢，这个 scales 等于 free， 就是代表说我会依照这一笔资料里面的数值去调整适合这样子的范围给这笔资料。那我们可以删掉它，看看会变成什么样子。删掉它之后，就可以发现之前是每一张图片左边都会有自己的 scale， 但是一删掉之后，只有最左边有 scale， 而且它的 scale 就只有出现一次，然后就等于说这个75就可以横跨这一整行，然后这个50可以横跨这一整行。这样子的话，在看资料上面会稍微比较方便去判断不同类别之间的高低关系。可是呢，缺点就是你看像在 action 里面，我想比较这3组他们之间的高低关系，我可能就很难从这一笔资料上去看到。那这些我们等一下到 scales 那一部分也会更详细的说明。那我接下来因为比较方便分析，所以我就单纯挑 action、drama 还有 comedy 3个类别来进行。那一样就是用 filter genre。大家不知道还记不记得这个？它就是在告诉 R 说，就我只要抓出 genre 是这个 collection 里面的东西，所以这个 collection 里面我们就放 drama、action 还有 comedy。那我们再看一次这样子的图 ggplot。好，那我们看一下，现在就是3个都是有 PG、PG-13 跟 R 的这个 rating。这样子就是除了刚才我们把所有都改成浅蓝色以外，如果我们今天是想要依照不同类别而去做颜色的区分的话，那我们也可以在 ggplot 这边 x 等于 rating，y 等于 score， 我们可以再加一个 fill 就是填满颜色的意思。那我们的 fill 可能是 genre， 它这样子就会依照不同的类别去填不同的颜色。所以现在这样子 ，action 就是紫红色 ，comedy 是草绿色，然后 drama 是蓝色。在这3组里面，大家都有 arrow bar， 就除了 action 里面的 PG 这一组，它是没有 arrow bar 的。那这是为什么呢？一个可能的原因是因为它只有一条资料，所以在一条资料的情况底下，它就没有办法去进行这个标准差的计算。那为了证实，我们就是来看看我们的资料，我们可以用 filter 把它找出，当我的 genre 是 action， 并且我的 rating 是 PG。好，我们来看看。好，那确实没错，就在左下角这边，大家可以看到，如果我依照这样子，就是 genre 是 action，rating 是 PG 的话，我们就可以发现它出来就只有一笔资料，所以代表说符合这样子情况的电影在2003年就只有一笔，
所以才导致它没有办法成功画出这个 error bar。但也没有关系，我们现在就是更了解我们的资料形态跟分布。如果今天你会希望把这3张图片都合在同一个图表上，而不是分3类的话，那其实也很简单。我们需要做的呢，就是用这一块，但是我们修改几个参数。首先我们把这个 facet wrap 拿掉，因为这一行就是把我们的资料分成3区的，拿掉。好，我们先这样跑跑看，我们就发现它好像长得跟我们心目中想象的不太一样。如果今天你没有 error bar 的话，假装我们先不考虑 error bar， 那在 geometry bar 这边你就会加一个 position 等于 dodge 就是躲避球的那个躲，所以在这边就会是告诉 R 说，我希望我这3条不同类别的资料可以互相躲开彼此，就是互相分开的意思。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看出，从刚刚大家都挤在一起，变成很明显的就是有3条出来了。那如果我们今天也想要把 error bar 加上去，我们如果直接这样子执行的话，会变成他们就是 error bar 反而都挤在中间。那我们可以做的呢是，我们就先移除这个 position 等于 dodge， 因为我们会需要输入更详细一点的资讯，所以这边会打 position 等于 position dodge， 在第一条这个，然后给它一个号码，可能 0.8， 然后把这样子这一条复制到 error bar， 这边。所以在 geometry bar 的时候呢，告诉他我们要就是用这个 position dodge， 然后给他一个参数，然后 error bar 的时候也是。那我们再执行看看，就发现刚刚本来是这样叠在一起，但现在呢，他们就都回到自己的位置上了。那如果我们就是让这2个参数不同，我们看看会怎么样？一个是 0.6， 一个是 0.8， 我们就发现它好像就没有对齐了。可是如果把error bar 也改成 0.6 的话，它又对齐了。所以基本上你这边的参数，你可以依照你喜欢的样式去改。像这个 0.8 它就比较宽，因为刚刚 0.6 它会粘在一起，是因为我这边宽度也是 0.6。那如果你想要它重叠的话，你可以试试看 0.4。你看这边这样就有点重叠。你可以依照你自己的喜好，还有你希望这个图表呈现的样式是什么，去改变你这边的参数。那如果你就是单纯希望它们就规规矩矩的粘在一起，那就让它们跟这个宽度的参数是一样，就没有问题了。那接下来我们来绘制 scatter plot 散布图。它也是在回归分析里面，或者是单纯看资料的分布的时候，蛮好用的 function。那我们现在来用这个 Lego sample 来做范例好了。我们一样就是 ggplot 是一样的输入。那我今天它的 x 轴我想要是这组乐高它有几块。然后 Y 是它的价格好了，看看是不是越多块乐高，它的价格就会越高呢？先这样子试试看。那一样就是它会帮我们制造一个空白的，有点像画布，让我们可以之后去把图片这样一层一层叠上去。那用 scatter plot 的 function 会是 geometry point， 就是一点一点的感觉。那我们先看看哦，好，那它这样就是每一笔 data 就是一个资料点，所以这一笔 data 它是有750片乐高，750片左右的乐高，然后它价格大概是$150。
那这样子就可以比较清楚的看出来，在乐高里面它其实有分不同的主题，就是你看这些有些是 city， 有些是 Duplo， 然后有些是 Friends。那我想看看这3个不同的主题是不是会对我们 pieces 数量越高，价格就越高的现象会不会有差异呢？那我们可以做的是 color。那这边 color 一样就是指定它颜色的意思，我就告诉他我现在的颜色我是要依照它的主题来做分类。那我们这样执行看看，就可以发现它右边这边就多了一个说明，就是这边有不同的主题，一个是 city， 一个是 Duplo， 一个是 Friends。那 Friends 的话就是蓝色， city 就是粉红色，然后 Duplo 就是绿色。那所以我们这样子就可以看出不同主题的这些乐高，它们的价格和 pieces 的分布是如何。如果你平常是有在关注就是回归分析这一项分析的话，就会知道我们很常会希望可以加一条回归线，让我们能够知道它大概的走向。那这边就可以看出这3条回归线怎么看起来这么乱。那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我们没有指定它的方法，所以呢，在这边也说它这个 method 是用这个 LOESS， 可是我们平常至少我啦，我会用 linear model， 就是线性的回归。假设它是有线性关系，那我们这边指定 method 等于 linear model ln， 它就可以帮你很好的画出这些回归线，而且是用直线的方式画出来。那在画出之后，你也可以更好的去看这3个不同主题的资料，它们的分布，像是绿色这一款 Duplo 的系列，它的斜率就是更高，那 Friends 的斜率是最低的。那在这边的话，我平常除了改变它的这个颜色以外，为了更方便阅读，因为可能有时候颜色印刷出来它的差别并不会那么大，所以通常如果是这种 scatter plot 的话，我也会改变它的 shape， 然后就把它设定成跟颜色一样。那我们这样看看效果是什么。好，就可以发现这个 Duplo 它就是绿色，而且是三角形。City 是红色圆形，然后 Friends 是蓝色正方形，就跟前面单纯大家都是圆形，只是颜色差异，就是有这样子的不同。就是有些人可能会觉得，如果你已经有了颜色，那你就不用另外设定形状。可是我自己会觉得，就是2个都设定，会对于阅读资料的人来说，可能比较友善一点点。那一样，我们再举一个例子，就可能拿 movies 来讲 ，ASX 等于，我们看看它的会不会它的 box office 的票房越高，它的评分就越高。来看看。好，我们现在就看到一个蛮凌乱的散布图。一样，我们可以把 Geometry Smooth 加上去，并且告诉他，我今天就是要用线性 model。那这样我们就可以知道，确实票房越高的时候，它的评分可能就越高。不过呢，这边也要说，就是如果你需要下出那样的结论的话，你需要更详细的去进行回归分析，然后看它的 P 值等等的。这边只是给大家一个比较粗略的看资料的方法。如果真的要后续衍生出其他结论的话，我们还是需要统计数值来支持我们的分析。那在统计的部分，我们后面几支影片也会提到。那在这边我也想提的是，假装我今天觉得这条蓝色的线有点不好看，我希望它能换成别的颜色。我们知道这条线是这个 Geometry Smooth 在控制的，所以我就在这边选择 color 等于可能 pink 好了。好，我们就可以看到好像有点不明显，改成 red。
我们就可以看到这条线的颜色被改成红色。如果今天我是觉得这些点点我不想要它这个颜色，那我一样就是在 Geometry Point 这边改它的颜色。那这边的颜色改 Sky Blue 好了。好，这样子就看，就是它这边颜色就变成你想要的颜色，但是其实这样没有那么好阅读。反正就这边的重点就是你可以自由的改颜色。那接下来我们就讲到也蛮常使用的了，叫做 box plot 箱型图。那我们一样拿 movies 来当做范例，前面就是一模一样 ，a 是 x 等于多少 ，y 等于多少。那我这边 x 看它的那个分数 ，critics 给他们的分数 ，y 看它的 MPAA 的 rating。那 box plot 的话，顾名思义，它就会变成 geometry box plot。好，我们就可以很清楚的看出他们这4个 rating 底下它的分数的分布。那在 box plot 的话，最中间这一条就会是它的中位数，然后最旁边这个会是第4分位数，还是第3、4分位数。那就是简单的 box plot。那如果今天你想要把它调过来，就是转90度的话，也没有问题。你就只需要改你的 x 跟 y。刚刚 y 是 rating， 那我现在希望 y 是 score， 那我希望 x 是 rating， 就会转过来变成你想要的形式了。那在 box plot 有趣的是，你可以看到这边有几个小点，它就是有点像 outlier 的值嘛，在外面这样子，就蛮可爱的。那接下来一个叫做 histogram， 我每一个图都说常用，是因为我真的蛮常用的。就当我拿到一笔资料的时候，我会先用 histogram， 或者是接下来会介绍的 density plot 去大致上看看它资料的分布情形。因为在很多统计分析的前提是你的资料是属于常态分布的，所以我们就可以用这个 histogram 去检查看看它是不是真的常态分布，还是它其实是偏态。我这边 x 等于 score 好了，我想看他们这些电影的评分是不是常态分布，还是其实大家都偏向投很高分，或者是偏向投很低分。哇，这样有点难看。那我们现在可以做的呢，有好几件事。第一件事我会想做的是，我希望我可以框出每一条这个 bar 的外围，这样我才可以知道这里的分界是在哪里。那第二件事情是，我希望我的这些 bar 的粗细能够调整。好，那我们先一件一件来做。那像刚刚说的，我希望我的 bar 的外围可以被框出来，那我们可以用 color 等于white， 看看，好，现在就可以看到这个外围被框出来了，有没有？刚刚是这样，现在是这样。那不止这样，我还不喜欢这个灰色，我想要把它改成粉红色。那这样呢，好像框起来的如果是黑色会比较适合。好，这样子是不是就清楚很多了？对比最一开始这个，光是做这2步骤，就可以让整笔资料看起来舒服多。那接下来我们还可以再做的就是我刚刚说，我想要调整一下这边的宽度。那我们要怎么调呢？我们是要透过一个叫 bandwidth 这个 function。那我们可以先试试看1会长什么样子。那就可以看到1的话，它就被切得很细很细很细。那我们如果看看20呢？20的话就变非常非常粗，它就等于说 score 这边它是20去分的，只剩下5条。那所以我们可能可以取个12，好像也没有比较好，6。OK， 好，
那可能我觉得对我而言，我最需要这一笔资料的分布大概是长这样，那我就可以在这个6这边就停止。不过如果你不喜欢的话，你一样可以就是改成4.2，就是你可以自己不断的尝试，一直尝试2.8，一直尝试到你满意为止。除了我们刚刚已经改了这个 bar 的颜色之外，还有这个 bar 的宽度，我们还可以改变它的在里面继续分类，像是 x 是 score， 就是现在的样子嘛。那我想要告诉他，我希望我的颜色可以依照它不同的等级去做分类。我们来看看它会长什么样子。好，这就可以看到一个蛮奇特，等一下它有点细，我可以，哎呦哎呦，太宽了，可是我们放大应该，哦还是太宽了，等一下不好意思。好，为了我们比较好阅读，我们可以看到这样子有依照它不同的 rating 去看它的 score 的分布，但是呢，我们可以发现这其实真的很难看。第一是因为它这些都是不透明的 bar， 所以可能这一条后面它有更低的其他组的分数，但我现在就看不到了。那同理，可能这一条后面它也有更低的其他组的分数，但是我就是看不到。所以呢，这真的是非常的不方便。这个 LWD 我刚刚设定的就是指它外框的这个粗细度，大家可以看到我刚刚还没有设定之前就是很细嘛，那我之后不小心设定成5，它就又粗到整个都填满了，然后最后设定成2，才是一个放大之后比较好观察的这个形态。可是我们这边就可以发现说，这个 color 就代表它的外框的意思，在这个 histogram 的世界里面，在其实 bar chart 的世界里面也是，唯一不同的就是在这些 scatter plot 里面，这边的 scatter plot 里面，它的 color 就是等于这一整个图片的颜色，但是在这里面它的 color 会是它外框的颜色。那我们再看看，如果我们把 fill 也变成 ratings 呢？哇，它就是把它给涂满了。那这样子一样是没什么资讯，就是我们从这一张图里面可以获取的资讯非常的有限。那我们最后就来介绍，刚刚提到就是我们如果想要看不同资料，同一笔资料不同组别它们的分布是如何，我们就可以用最后的 density plot。它有很多变形，我非常喜欢。我们下一支影片会介绍更多这个 density plot 它可以出现的不同可能。那我们一样是拿 movies 来 x 是 score，G 样 density。好，我们直接，它这边我因为没有去 specify 我的不同组别的，所以就基本上它把所有的分数都拿过来看，然后就把它画成一个 density plot。那这就是我们平常一拿到资料，就是最想看说，哎，它是不是一个常态分布，它有没有左偏或右偏等等的。那现在看起来它应该还算是一个常态分布了。在这边我们可以做的呢，就是我们想解决刚才这一张图片的这种窘境。X 是 score，Y 是，哎，不对 ，color 是 rating。哇，我们现在就看到4条线，蛮有喜感的4条线，就是他们这样子的 rating 的形态，就是把刚刚那一个 histogram， 刚刚这一张把它最上面的这些点都连接起来之后，就会变成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一张。虽然这一张已经比这一张来的好很多，可是呢，我们想要更好。那我们可以做到的
是我会习惯把 fill 这边也加上去。我先看，它现在就是把下面的面积给填满，但这样又会回到我们之前的问题，就是它这边把后面的都挡住，我就看不到了。那我们可以做的呢是调整它的透明度，所以在 geom density 这边我们可以用 alpha 去调整它的透明度，可能我希望是0.5，1的话就是不透明。那我们看看0.5的话，我们就可以大概看出，尽管这个紫色的 rating 是 R， 它盖住了很多，可是我们还是可以隐约看到后面绿色的、红色的这样子的分布趋势。可以再小，再更透明一点，就会更好看清楚。这样，这就是 density plot 它好用的地方，因为你可以用不同的透明度去把不同类别的资料叠起来。那这就是我们这一支影片的内容。我们介绍了5种不同类型的图，就是有 bar chart、scatter plot、box plot、histogram 跟 density plot。那在下一支影片里面，我们会学习怎么在我们的图表里面去添加一些额外的标签，就是标题，更改 x、y 轴的内容，然后可能改颜色、改比例跟主题等等的。